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在京都生活有一种小确幸，就是在心情烦躁的时候，有很多日式庭园可以去走走。在充满禅意的环境中，不用太讲究形式，单纯去感受庭园的历史和造景的意念，心里的杂念好像就会消失。分享京都世间风格不同的经典日式庭园，看看哪一种风格才是你的最爱。桂离宫是皇家的别墅，从1615年开始建造。这里需要先在网络上预约，再依照约定时间才能到场进行导览。庭园围绕一个大池塘而建，是回游式庭园，不同角度有不同的造景及名称，搭配竹亭茶室的建筑，从穿透池水的角度看建筑，和站在建筑的角度看庭园，各有各的乐趣及意境。在桂离宫中央的建筑群是书院，有古书院、中书院、乐器间、新御殿，彼此相连成燕状排列。内部是高超的建筑技法，可惜没有开放参观。典雅的庭园造景，搭配精致的工艺建筑，参观桂离宫就能近距离感受皇家的品味，这是其他庭院没有的感受。建于1450年的龙安寺，用15颗石头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。这里是结合武士文化和禅的思想打造的枯山水庭园。由于建造庭园的禅师已经不可考，所以这15颗石头要表达的意涵，也都是后代的揣摩，为龙安寺增添神秘的美感。枯山水后面是有土墙，仔细看这两面墙靠近人的地方比较高，越往后越低，从视觉上感觉更有深度了。所以古代的人其实就懂设计学上的透视，用一些技巧就骗过人眼了。
这个庭园厉害的是，枯山水里的岩石和细沙看似不会动，但随着光影、天气以及季节变换颜色的树叶，总会有不同的感受。看似刻意的排列，却又不经意地融入自然环境中，这应该就是园艺师的最高境界吧。大觉寺靠近蓝山，最早的时候是皇室别墅庄园，在西元876年变成寺院。这里都是由皇室成员担任住持，天皇生活起居的宫殿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，室内全境是国家史迹，可见这里的历史背景很受重视。这里因为是皇室的居所，所以建筑都采用夜莺地板，也就是防刺客偷袭的巧妙设计。大泽池是日本最古老的人工池塘，有人说这里是为了赏月而建的。在这里，大家不会抬头看月亮，而是看池塘里的月亮倒影。建筑和周围环境错落有致，是一幅精心布局的画作，也是日本少数有宽广视野的水池庭园。大觉寺也是花道嵯峨御流的发祥地，这种流派这几年越来越流行，所以每年这里也会举行花道祭，是具有文化深度和美学素养地位的寺院。智积院最初由丰臣秀吉建造，成为智积院后，由后代僧人修复，被誉为东山第一花园。这里是真言宗智山派的总本山，地位非常高。不过这里很幽静，适合一个人散步散心。走进讲堂所在的庭院，这里是另一个世界。不像龙安寺的禅意，也没有大觉寺的气势，写意也比桂离宫少了一点。但智积院的庭院却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，而且是千利休喜欢的庭院。坐在原侧看着四季变换的庭园发呆，大概就是人生最奢侈的时刻了。
交相叠错，程序有致，少了写意的想象空间，却多了很多细节的讲究。欣赏时会觉得每个元素都那么刚好，没有丝毫的多余。画面的协调让心情感觉很平静。日式庭园最吸引人的还有多层次的美感，因为美的角度不止一个，所以只要是自己觉得美的地方，就是专属于自己的最美角度。这一刻，感觉这里就是我的专属庭园，心中的小确幸就会变成大惊喜。那么，在京都，哪一间是你的专属庭园呢？